说了这么多省提名介绍，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提到，这并不是某个项目的问题，而是所有通过省提名拿到 PR 的申请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搬家。由于每个省提名项目的门槛难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肯定会有人选容易拿到 PR 的省提名项目。比如老王是通过加拿大某个海洋省的省提名项目移民拿到 PR 的，登陆这个海洋省后满心欢喜，先带家人好好的旅游了一圈，然后准备在海洋省大干一番。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海洋省的失业率高居全国前列，特别是最后加入加拿大联邦的纽芬兰省，失业率已经高达2位数，本地人都要搬到其他省去找工作。一个新来的移民想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刚投了几个月简历之后，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老王有点慌了，寻思着自己是不是该换个地方找工作试试。然后他脑子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期视频的标题，这是加拿大移民圈的热门问题之一，和大龄盗读和移民倾向可以一拼。所有依靠省提名项目移民加拿大的朋友都会有这个担心，甚至是联邦技术移民也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想去魁北克居住发展的话，这里的背景知识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都害怕一个叫做居住意向的条款。每个省提名项目的目的都是想让新移民来到本省，为当地经济做贡献，所以递交省提名时，省移民局一般都会要求一份定居计划 （settlement plan） 以及附带要求签署在提名省有居住意向 （intention to live）。但因为个人情况和境遇不同，有的朋友登录到了自己的提名省之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或者找不到工作，或者其他省有更好的机会，这就面临着一个离开提名省的问题。那这到底会不会产生问题呢？常见的答案有这么几种：一、不能走，因为你已经签了居住意向，走了的话，提名省会找麻烦，就算现在不找，以后也可能在入籍或者5年之后续 PR 的时候被为难，出问题。2、可以走，但是需要住满2年或者若干年。3、走，随便走。那么到底哪种说法对呢？我们挨个说。答案1可能是加拿大移民圈里最大的声音，可惜也是最大的流言。说出这个答案的人一般还附带着恐吓式建议，那就是你不怕，那你就试试看。诉诸于未知的恐惧可以深深地影响大多数人。答案2好一些，至少承认可以走，可惜后半部分又开始胡说，编造了一个居住年数的要求。你要问为什么是2年而不是3年或者1年的时候，说这个答案的人也找不到任何依据。事实上是你翻遍所有省提名要求，甚至是移民法，也不会找到这个关于年数的具体要求。那么显然答案3才是正确的答案吗？真的只有这3种答案吗？这期视频就带大家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是能不能走，刚才已经回答了，可以走。为什么可以呢？之前省提名阶段不是有居住意向吗？这么一走，是不是属于违反省提名条款了？其实并没有。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对于这样的重大政策问题，光问来问去看别人的案例和说法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找到法律支持。支持可以走的法律就是加拿大最大的那部法——宪法。翻阅加拿大宪法法案，其中的第1部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6部分第2条里面清晰地写着，每个加拿大公民和每个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都有权利迁徙以及定居在任何省份，并且在任何省份谋生。这里可以看到，宪法不仅给了加拿大公民这种自由迁徙的权利，同时也给了有永居身份的人一样的权利。这是法理，也就是理论上可以成立，成为 PR 后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搬家到任何省生活。除了宪法，我们再来看移民局是怎么说的。显然移民局也不会和宪法对着干，这里也是委婉的写了，要是通过省提名拿到的 PR， 省里也是想你为提名省去做贡献的，所以可以走这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实际中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些细节问题，是可以走，但真的就可以随便走吗？比如登录了之后就不去提名省，直接住到了心仪的省份，这样也行吗？首先说居住意向的问题，确实省提名的时候你表达了有在本省居住的意向，才有可能被提名，但是不代表意向是不能被改变的，也就是不可能绑死在这个省，再也不能搬家了。关键就是这个意向的改变是否合理，或者说有没有故意欺骗。是的，这里牵扯到虚假陈述 misrepresentation 的问题，后果可以非常严重，
严重到直接撤销 PR， 5年内不得入境。直接登陆后不驻提名省，去了其他省，则几乎肯定可以被认为是有虚假陈述欺骗行为。这个很明显就不说了，相信很多人也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去住了一段时间呢，也并非一定就没事。因为省提名是经济类移民项目，本意就是想让这个人给省里带来经济效益。普通人对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本省找到工作，填补劳动力空缺，当然还有纳税。而如果在居住期间完全没有尝试过找本省工作，也很难被认定为有想在这里定居的念头。说到这里，我一直想找到这样的案例，就是因为搬家而被提名省取消 PR， 影响后续 PR 续卡或者入籍的案例。我在法院的判例里搜索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案例。直觉上，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发生，被取消 PR 的人应该会上诉的，所以就会留下记录。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找到最接近的一则消息是在一个英文移民论坛里，这里也是引用的消息，不知道具体的来源。大体意思就是这个人是萨省提名拿到 PR 的，现在正在申请入籍，但是这个人现在遇到了麻烦，可能入籍不成功，已经收到了程序公平信，这也就是拒绝申请前的一步。因为他拿到 PR 后只在萨省住了1周时间而已，然后就搬到了多伦多。现在信里说他没有尝试过为省里做贡献，看情况描述非常符合上面说的第一点，就是搬家了之后被找麻烦。但是看时间，这个消息至少是2021年的事，按理说应该已经处理完，该拒绝该上诉应该都已经发生，但是我就是在法院文档里查不到相关信息。当然也许是我没找到，如果谁知道这个案件具体的情况，可以给我评论留言，我想去看看详情。虽然这件事真假莫辨，但不考虑为提名省做贡献直接就走，一个是道义上过不去，另一个也可能给自己带来隐患和风险。所以推荐的操作是先在提名省找寻工作，尽最大的可能来想办法留在提名省工作。但是实在找不到的话，这个也不能怪自己，那就保留好记录。如果别的省有好的工作机会，为了生存当然要去，这样操作应该也可以作为日后万一出事的证据。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不要搞错了，这个迁徙自由是在你拿到 PR 身份之后才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你只是拿到了省提名，递交了 PR 申请，但是还没获得 PR， 显然你是不受任何宪法迁徙自由权利的保护的。所以等 PR 的这段时间，还是要遵守省提名的要求。现在很多省提名要求是要有工作的，而等待 PR 期间并不能随便辞职不做工作了。雇佣状态的改变，比如换了雇主、辞职了或者被裁员了，都是要通知移民局的。这个时候如果随便就离开提名省搬走的话，很可能出大问题。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才算正式的成为了 PR。 很多人以为是拿到了移民签证的那一刻，也有人认为是拿到了枫叶卡才算是 PR， 这些都不对。PR 申请获批后会得到一个文件，叫做 COPR Confirmation of PR。 登录的时候边境官要激活这份文件，只有激活这份文件或者说登录成功的那一刻，才算是正式的成为了 PR。 从疫情那个时候开始，很多申请人在境内已经不需要专门去边境进行登录 landing 这个流程，而是都在网上直接确认 COPR， 省去了很多麻烦事。为什么说麻烦事？因为在这一步里也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提名省是海洋省，但是你根本没打算去海洋省，在温哥华入境登陆的时候被发现连去海洋省的机票都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要怪边境局判定你虚假陈述了，直接乐极生悲，获得取消身份立即离境的处罚。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比如这位老兄就完全不懂状况，直接在登陆的时候和边境官说他不去提名省曼省了，要去 BC 省，因为他家人在那边，这显然就没救了，直接被取消省提名和 COPR， 然后被要求离开加拿大。明白了这些细节，再聊聊省提名的困境。这样通过省提名最后拿到 PR 跑了的事情其实早已经不新鲜，虽然很多省都会有不满，但是能做的并不多，因为最大的宪法在上面管着，不可能强制要求新移民要居住一个固定的时间，所以他们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尽可能的留住这些新移民，比如要求有本地工作还有工作经验，这种一般来说可以显著提高新移民留下的概率。另外就是曾经很火爆的商业类项目也彻底改了规则，不再直接发绿卡，改为了只有先来做生意达到了一定要求才有可能发放省提名支持他们移民。最后来看数据，
省提名移民流失最严重的省份集中在海洋省，最严重的是王子岛。根据最新的数据，省提名移民在登陆后1年内的流失率还是不高的。显然大家也多少知道一些规则，不能来了之后就随便乱跑。1年的数据总体是 89%， 但是每个省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点大。比如最好的安省、阿省和 BC 省都在 97% 左右，而最差的 PEI 王子岛只有 75.8%。 这个数据随着时间增加，差距也在逐渐增大。5年数据里 PEI 已经跌到了 38.5% 这种惊人的数字，而表现最好的省份还是安省、阿省和 BC 省3个，都在 92% 以上。看这些数据还发现一个很惊奇的地方，那就是曼省。之前一直认为曼省条件差，留不住新移民，没想到曼省省提名的新移民5年后还有 84.7% 留在曼省。这些省份数据里的差异主要还是要用经济情况来解释。经济不好的省份失业率高，当然工作也难找，所以留不住新移民，还是很好理解的。当然有些省提名项目本身就是要求有工作的，拿到身份后还是要走，那就是因为别的地方机会更好，城市更繁华了。想知道加拿大这么多移民项目，到底哪一个才适合你吗？我专门做了一期加拿大移民项目评级，梳理了所有常见的项目，让你一次看完加拿大的移民项目，知道哪些项目最适合你。详情请点击这个视频。